中国汽车行业的恒大已经出现了，只是还没爆而已。这是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采访中甩出的一句重话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实则字字扎心。因为对中国来说，一场比恒大还惨的风暴正在汽车行业酝酿，只不过现在大家还在赔钱卖车，资本已经全身而退，只留下企业在烂摊子中挣扎求生。这不只是长城汽车董事长的警告，更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在泡沫边缘的尖叫。表面上看，中国新能源车市一片繁荣，比亚迪超过特斯拉，销量节节攀升，政策倾斜，出海加速，但背后却是一场集体赔本赚吆喝的赌局，是一条以价换量、虚假繁荣的老路。这条路房地产走过，最终崩塌，这一次轮到汽车了。很多人会说魏建军太悲观了。你看，比亚迪2025年一季度营收超过特斯拉，净利91.55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吉利、长城也都实现盈利。主流整车厂负债率普遍在60%至80%之间，只有一家超过90%，尚未资不抵债。汽车制造业的有息负债占比低于20%，没有房地产那么糟。但是账面数据真能说明一切吗？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没有说的部分。首先，这些健康的数据很多并没有包括海外工厂建设、品牌出海的真实成本，而这些正是目前所有企业在疯狂推进的方向。也就是说，重资产、高杠杆的投资项目统统藏在了表外。更可怕的是盈利质量。根据清华汽车研究院的测算，中国新能源整车平均毛利率低于10%。对比丰田20%的稳定毛利率，特斯拉25%以上的毛利率，中国车企就是在以命搏市场。一季度91亿净利的比亚迪，是在压供应商拿补贴抢出口3板斧下得来的。那问题来了，供应商还能压多久？补贴还能拿几年？出口还能持续吗？在中国境内，这场卷价格、卷融资、卷补贴的疯狂还没结束，但在海外已经遭遇滑铁卢。德国慕尼黑车展上，比亚迪的汉 EV 降价20%甩卖，一辆车利润直接腰斩，国外用户一脸蒙圈。15万买的中国车，半年后只值10万。这就是魏建军口中0公里二手车的荒诞现实。魏建军不是看不懂风口，而是看穿了风口背后的骗局。他直言，电动车的健康发展不能被资本过度裹挟，任何商业都必须有利润才能持续投入。这是中国过去20年走过的老路，互联网、房地产、教育、医美，哪个不是先被资本炒热，全民入局，然后泡沫破裂，一地鸡毛？今天，汽车产业正在重蹈覆辙。为了抢占市场份额，主机厂疯狂降价，导致供应商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限。一些供应商回款周期超过1年，有的被要求降价30%，否则断供。更有甚者，为了压缩成本，直接偷工减料。魏建军控诉一辆车从22万降到12万，还想保证质量，那就是骗消费者。车主今天刚买车，明天就成了被刺的新车主。消费者以为占了便宜，实际上买到的可能是缩水配置、减配安全气囊、低质电池的隐患车。你以为只有恒大会造假，未来小鹏、理想就不会吗？理想刚刚在2025年第一季度营收增长36%，但利润却同比下降37%，净利仅5.7亿，经营现金流暴跌85%。小鹏表面上亏损减少，销量增长330%，但实际靠的是不断裁员、压成本和砍掉不赚钱的业务线。未来从去年开始就不断传出裁员、融资困难、
股价下跌的消息，今年更是把换电站业务打包出售，缓解现金流。这些新势力里，哪个不是高负债、高支出、高估值、零利润的三高典范？恒大当年也风光无限，债券评级高，项目遍地，直到某一天链条断裂。今天的车企也一样，暴雷之前谁都正常。外界把恒大车企的帽子戴给新势力，是对传统主机厂的一种错判。事实上，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躺在旧商业逻辑上不肯变、不敢亏、不愿冒险的老大哥。以魏建军的长城汽车为例，2024年欧拉没有新车推出，整体销量落后，拒绝增程技术，混动策略与市场主流相悖，谨慎对待纯电，不打价格战，不赔本卖车，市场份额被比亚迪、吉利不断蚕食，报表利润下降，研发投入压缩。这不是坚守，这是被边缘化。魏建军在求是访谈中透露，长城愿意出钱审计所有主机厂，就是想证明谁才是亏损王，谁才是泡沫王国。但遗憾的是，没有人愿意陪他审账，因为在这场赌局里，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藏着多少炸雷。比亚迪、吉利活得光鲜，是因为抢占先机，但他们的成功建立在产业链压榨、市场疯狂、出口套利之上。这种模式能持续多久，谁也说不准。中国新能源车企能有今天，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用真金白银喂出来的。仅2022年，全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资金高达924亿元，加上地方补贴、税收减免、建设补贴、基础设施投资，整个产业链达到的输血接近5000亿人民币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2022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的20%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每生产一辆电动车，背后都是全民在埋单。但问题是，国家的钱不是无限的。2023年1月1日，中央新能源补贴正式推出。2024年，多个地方政府陆续取消或削减购置税减免、上牌便利、通行优待等政策。政策退坡的速度远远超出车企的适应能力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上市车企2024年一季度研发投入集体下滑，整车厂开始裁员，减配成行业默认选项，供应链持续收缩，配套企业倒闭潮悄然来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3年以来，全国已有超过400家新能源产业链企业注销或调销，其中超过70%是零部件配套商。没有补贴就没有生态，没有生态，主机厂就成了空壳。今天还能靠银行借款、资本融资、资产证券化撑着账面，明天一旦资金链断裂，就成了下一个恒大。很多人说，中国车企还有出海，还有希望。比亚迪、奇瑞、上汽在泰国、巴西、东南亚、东欧高歌猛进，销量增长数倍，俨然第二增长曲线。但这其实是一场出口幻觉。根据中汽协数据，中国新能源车2024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600万辆，但其中超过35%为低利润、低配置的平台车，约60%的出口市场处于零关税加高补贴环境，如泰国、巴西、匈牙利等。这意味着，一旦地缘政治变化、贸易壁垒提升，外国政府更换补贴政策，中国车企的出口立刻遭受重创。这种事已经发生。2024年，欧盟正式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。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联手推动关税提案，美国直接提高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至100%以上，印度干脆封杀中国整车进口。出海在政治上不受欢迎，在产业上没有壁垒，在利润上毫无增长空间。这不是战略，是逃命。魏建军说得明白，
你今天可以靠一辆10万的车冲销量，但当你想卖20万、30万的时候，没人会认你。很多人觉得房地产和汽车差别太大，不可能发生类似危机。但请看清楚今天汽车产业的路径是不是似曾相识？依靠政策补贴狂飙突进，就像房地产依赖土地财政与银行信贷。资本疯狂炒作赛道，正如恒大曾被称为世界最值钱的地产公司，价格战把利润打成负数。恒大当年也是7折开盘，成本价卖房，扩张至海外高杠杆投资。恒大、恒驰在海外买地造车也干过。产业链透支，下游崩塌，建筑队、装修商倒一批，今天轮到供应商。金融机构大量介入造车融资，各类理财、债券、股权融资拉满。最后暴雷前夕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恒大2019年还在买足球队上胡润榜，2021年就成了弃子。比亚迪现在是龙头，但当年恒大也是第一。2024年，汽车金融贷款余额超过3万亿元，新能源车相关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超过2000亿，而大部分企业账面现金流不足3个月。只要销量稍有下滑，连锁反应就会立刻上演。销量暴跌，收入减少，库存高企，现金流断裂，供应商索赔，银行抽贷，评级下调，股价闪崩，投资人出逃，一条链断，全盘皆输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现实的冰冷。不是所有车企都会倒闭，但所有车企都会受到冲击。比亚迪的模式是自己杀自己，低价出血换市场，最终拖垮整个行业利润率。吉利、奇瑞靠出口和多品牌维系增长，一旦海外市场反噬，马上裸泳。未来小鹏高举高打，却没有稳定现金流支撑，靠融资维持生命。长城、上汽虽保守，但却失去主动权，走得越来越边缘。而且最大的黑天鹅还没来，一旦房市崩盘带来的财富效应彻底消失，汽车也卖不动了。2023年，全国汽车销量中约 30% 为改善型换购，而这些人恰恰是过去10年靠房产升值养车换车的主力。现在他们没钱了，房地产拖垮的是居民杠杆。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 18% 飙升至2023年的 63%， 创历史最高。而在这种高杠杆下买新能源车的人，一旦被裁员，房子贬值，收入中断，就成了资产缩水加负债爆表的双重夹击。不消费、不贷款、不还贷，车企的末日钟声也就敲响了。最后一个问题是谁制造了这个巨大的汽车泡沫？是政策吗？是资本吗？是企业自己吗？答案是全部都是。政策为了 GDP 和新能源领先地位，一味放水撒钱，导致产能远超需求。资本为了炒概念、讲故事，疯狂估值、包装、退出，从不管企业是否盈利。企业为了抢市场、拉融资，不惜赔本卖车，低质扩张，毫无基本商业逻辑。消费者被科技平权、国产崛起的口号感动，结果成为泡沫的买单人。魏建军的那句汽车恒大已经出现，背后不是预言，而是他身在泥沼中，仍不忘敲响警钟的绝望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个警钟没人愿意听。他们只看到了数据的光鲜，却忘了泡沫的脆弱。房地产泡沫破了，人们痛了；汽车泡沫破了，产业链会死得更彻底。魏建军的警告不是终点，而是序章。中国汽车业的恒大时刻正在1公里之外，等待一场不远的巨响。